大家敲碗的雷蛇笔电评测终于来啦！帮你今天带来的是 Razer Blade 15进阶版 Blade 15 Advanced 的开箱。效能上搭载了强大的 NVIDIA GeForce RTX 3080显卡，搭配这代表现不错的 Intel 11代 H45 处理器 i7-11800H。同时，进阶版的 Blade 15也有更好的散热表现，萤幕采用显色表现不错的 2K 240Hz 面板。究竟实际表现如何？一起来看看吧。每次开箱雷蛇笔电时，都很享受雷蛇方正且流畅的 ID 设计，没有太多肌肉，但所有线条切边都非常利落。当然，这次帮你开箱的 Razer Blade 15 Advanced 也不例外。句尾的 Advanced 非常直接，这是 Razer Blade 15的进阶版本。用一句话来讲 ，Advanced 就是在 Blade 15的基础上，在所有面向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升级。在显卡部分，更上到了 GeForce RTX 3080。我们等一下细细来看。一样，先看到外观 ，Blade 15 Advanced 在设计上还是维持了近期雷蛇经典的 ID。A 面采用金属上盖搭配雾面的表面处理，指纹小沾，不过算是深色金属机身正常的表现。中央同样是信仰点灯的雷蛇 logo。打开 B 面，一样黑的非常彻底，材质间的成色也非常一致。Blade 15的 ID 还是非常细腻，不会有粗细的感觉。而在 I/O 接孔上，右侧有 HDMI 2.1、Thunderbolt 4、USB-A 以及 SD 卡读卡机，另一侧则是有2个 USB-A、一个 USB-C 以及 3.5mm 耳机接孔，在接孔上算是蛮完整的。HDMI 2.1、Thunderbolt 4、SD 读卡机3件组都有，游戏创作都是比较足的。尤其正常尺寸读卡机对全能定位的机型真的很重要。无线连接上支援 WiFi 6.1以及蓝牙 5.2。而在重量上 ，Razer Blade 15 Advanced 单机大约2公斤，以规格来看，依旧控制得非常不错。加上原厂充电器后，大约落在 2.8公斤左右。以金属机身的效能笔电来看，算是落在正常偏轻的主流水准。上盖同样可以单手开合。接着我们打开上盖，看到 B 面，顶部有视讯镜头整合 Windows Hello 脸部辨识模组，边框就中规中矩。帮你手上这台 Blade 15 Advanced 搭配一块15.6寸 2K QHD 240Hz 的萤幕。比较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的 Advanced 机型中还有 Full HD 360Hz 或是 4K OLED 触控萤幕的版本可以选择，加上 2K 240Hz， 基本上是所有需求都覆盖到了，依照游戏跟需求选择就可以。经过帮你实测，帮你手上这块 2K 240Hz 萤幕色域覆盖达到100%的 sRGB、88%的 Adobe RGB 以及99%的 DCI-P3， 平均 Delta 1更是达到 1.2， 色准表现打开来就可以直接使用。整体来说，显色表现非常不错，标准的广色域高更新率萤幕，如果是游戏创作双需求，这块萤幕算是足够应付。当然，全创作需求图的就是 Blade 15的效能，或许还有雷蛇的 ID 设计，那直上 4K OLED 也是正解，不过就看后续不同版本在台上市的状况。而在萤幕亮度部分，帮你实测室内最大亮度大约落在290尼特左右，亮度稍微中规中矩。整体来说，萤幕表现达标，小期待可能会是未来有16:10的版本可选，也会更好的覆盖日常浏览跟创作需求。接着看到 C 面，同样是雾面金属，左右则是放置了喇叭模组。虽然没有独立数字键，方向键也不是全尺寸，但 Blade 15的 ID 真的就是干净利落。搭配上雷蛇招牌的 RGB 背光，每一个按键也都可以客制化 RGB， 信仰跟质感点好点满。在 RGB 上，同样可以透过雷蛇自家的 Chroma 进行同步。按键部分，这次 Blade 15 Advanced 键程并不算长，但在手感上相对 Q 弹，算是在爽感跟长时间敲击取得一个平衡，对长时间打字的使用者来说会比较舒服。此外 ，Razer Blade 15 Advanced 触控板表现依旧非常不错，雾面处理滑顺好摸，加大的设计用起来更顺手，最重要的是回馈安静、明确利落。
顺带一提，这次 Blade 15 Advanced 在生物安全辨识上依旧是支援 Windows Hello 脸部辨识，低光下一样可以解锁。而 C 面这个感觉像是指纹辨识的电源按键，这是单纯的电源按键。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 Razer Blade 15 Advanced 的性能测试。帮你手上的 Razer Blade 15 Advanced 规格还是相当强大。CPU 部分采用表现不错的11代 H45 处理器 Intel i7-11800H， 出厂搭配 32GB 双通道记忆体，可以自行拆换，对游戏跟创作都比较足够。储存空间部分搭配 1TB PCIe 4.0 SSD， 实测循序读写表现也不错。显卡部分同样采用 RTX 30系列显卡，大家也都比较熟悉了。Blade 15 Advanced 搭载的是 NVIDIA GeForce RTX 3080，频率达1365 MHz， 而大家关心的最大瓦数则是达到105瓦，采用的是 NVIDIA 第2代的 RTX Ampere 架构 ，FP32 达到2倍的输送量。此外，受益于 Recessable Bar 的支援，也能进一步解放游戏效能。搭配上第3代的 Tensor 核心，这边帮你想特别提的是 NVIDIA 力推的 DLSS。简单来说 ，DLSS 就是一套透过 AI 达成的超采样技术，透过 AI 渲染进一步提升画质，并且有效的提高游戏帧率。尤其可以看到这一段时间 ，NVIDIA 跟游戏商的努力，除了有越来越多游戏支援 DLSS， 在近期推出的游戏中 ，DLSS 也陆续成为标配。更重要的是，这段时间许多大作也陆续推送最佳化 DLSS 的更新，也算是努力陆续有成。比较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日常会有外出使用需求，需要延长续航力的朋友，这次在 Blade 15 Advanced 上的 Razer Synapse 控制中心也能找到 NVIDIA Advanced Optimus 的选项。简单来说 ，Advanced Optimus 是一套 NVIDIA 针对不同效能需求自动切换显卡的解决方案。在开启后，系统就会自动在内显跟独显中自动调整。当你有需要强大效能时，系统才会自动切换到独立显卡完整释放效能，让笔电在日常使用时更加省电。而在散热上 ，Blade 15 Advanced 采用了左右2组88片扇叶的风扇，搭配大面积的散热枪，覆盖所有重点区域。不得不说，有了散热枪的加持，雷蛇的 layout 在视觉上真的舒服。散热表现我们稍后来测。不过 Blade 15这2组风扇真的安静，风扇手动拉满，最高也控制在60分贝内。如果是日常使用，风扇的声音几乎足以忽略。接着我们就直接来看效能测试吧。首先看到 Cinebench R23， 可以看到11代 H45 的表现确实明显提升 ，i7-11800H 跟上代的 i7-10870H 相比，单核提升了 23%， 多核也达到了 24%。甚至连 i7-11800H 单核都反超10代桌机平台 ，H45 的提升还是比较有感，尤其对一些需要单核的创作软体来说，这次的 i7-11800H 可以预期表现依旧不错。我们一样直接从创作需求看起，测试环境一样采用 NVIDIA Studio 版本的驱动程式。第一个测试项目，我们先来测一般 4K 剪辑需求，采用 4K 素材搭配简单调色，非重度剪辑的使用者可以参考这个测试项目。可以看到 Razer Blade 15 Advanced 只花了200秒就完成输出，受益于 GeForce RTX 3080的效能输出，相较起 i9-11900H 搭配 RTX 3070，甚至还缩短了大约 20% 的输出时间。可以看到 RTX 3080的 GPU 加速在 4K 剪辑中优势还是明显。看完了专业性能，我们接着来看游戏效能。首先看到 3D Mark Time Spy Blade 15 Advanced 拿下了10233分。相较起85瓦的 RTX 3070，大约有 33% 的效能提升，跟100瓦的 RTX 3070相比，大约有 7% 的效能提升，跟 RTX 2070 Super 的差异则是来到了 32%。这一代 RTX 30系列显卡提升还是比较明显。在 Port Royal 相较起100瓦的 RTX 3070，也有 8% 左右的效能提升，跟 RTX 2070 Super 的差距也来到了 37%。而在压力测试上，邦尼也直接跑 3D Mark Time Spy 20轮压力测试，稳定性达到 96.8%， 全程 GPU 温度落在大约75度左右，而 CPU 则是控制在80度。实际测量机身温度，最高温来到 49.9 度，左右两侧控制在40度左右，机身的温度控制还是相对不错。接着我们直接进行游戏实测。首先是古墓奇兵暗影，在 Full HD 下就是顺跑，Full HD 下把画质开到最高，
平均帧数也有破120帧的表现。如果是在 2K 之下把画质开到极高，即使关闭 DLSS 也有平均87帧的表现。而如果是开启 DLSS， 更是可以达到平均132帧的表现，在效能输出上依旧是相当强大。接着是电脑版效能测试软体 Cyberpunk 2077， 在 Full HD 最高画质下，即使是关闭 DLSS 也有平均68.8帧的表现， Full HD 可以说是顺跑。开启 DLSS 之后，平均帧数更是来到了破100帧的表现。而若是在 2K 解析度之下，还是会建议开启 DLSS 稳住帧数。以 2K 高画质来看，关闭 DLSS 平均帧数大约落在 54.4， 而在开启 DLSS 之后，重点是画面表现依旧不错，搭配上 Blade 15 Advanced 这块不错的萤幕，2077依旧可以顺跑。而在 2K 下，若是开启光追，就建议开启 DLSS。在开启后 ，2K 光追尾中大约可以落在60到70帧左右。如果是在 2K 极高光追之下，受益于 DLSS 也有59帧的表现。简单来说 ，Blade 15 Advanced 效能输出依旧不错，帮你推荐追求流畅性，使用 2K 高画质开启 DLSS， 可以更好的体验240Hz 的萤幕爽感。开启光追的话 ，2K 中度光追加上 DLSS 会更平衡保守。2K 光追开高，大约落在60帧顺跑边缘。而在 PUBG 的测试中 ，2K 极高画质轻松达到180帧 ，Full HD 破200帧也是轻轻松松。最后是地平线4的测试，不论是 Full HD 或是 2K， 也都有破100帧的表现。搭配上240Hz 的萤幕，在流畅性上爽感还是不错。整体来说，这次 Blade 15 Advanced 游戏效能输出还是相当不错。Full HD 之下，大多数主流游戏都能顺跑。2K 搭配上 DLSS 稳住帧数，即使是2077光追全开，也达到了顺跑的门槛。续航力部分 ，Blade 15 Advanced 采用80瓦时电池，不算大。在帮你的续航力测试中，连续播放 Full HD 影片1个小时，消耗了30%。而在 PC Mark 时现代办公的电池续航力测试中，如果把 GPU 设定成自动选取，落在3小时34分；而如果是开启 Optimus， 则是可以达到4小时55分。以效能笔电来说，算是正常的表现。如果有外出需求，帮你推荐直接选择 Optimus 的选项。在充电测试中，帮你实际使用原厂随附的230瓦充电器，30分充满 38%，1小时充满 76%， 完整充满耗时1小时53分。同时 Blade 15 Advanced 这次也支援100瓦 PD 充电，外出时可以选择小尺寸的 PD 快充。而在内建的外放喇叭上 ，Blade 15 Advanced 的扬声器放置在正面左右两侧，主要的调教落在高频，整体低频比较少一些。同时，这次也支援 7.1 声道的 THX Special Audio， 最大音量大约落在92分贝左右。实际的声音表现，以下帮你也提供一段实测。整体来说 ，Razer Blade 15 Advanced 在效能输出上还是非常强大。受益于 RTX 3080搭配表现不错的 i7 11800H，Razer Blade 15 Advanced 几乎可以说是全能型的笔电，不论是专业需求或是游戏效能，表现都非常不错。受益于 RTX 3080的 GPU 加速，在更加专业复杂的影片剪辑输出上，相较起 RTX 3070，甚至缩短了将近一半的时间。挑战前一代的 Intel i9 11900K 桌机处理器输出效能也是领先的。这一波采用11代 H45 搭配 GeForce RTX 30系列显卡的笔电，在专业效能上表现真的非常不错。游戏上不论是 Full HD 或是 2K， 几乎都能稳定顺跑。受益于 DLSS， 也能进一步稳定光追帧数。在 2K 光追全开下，还有60帧左右顺跑的表现，相当不错。稍微可惜的是，这次采用的显卡是105瓦。在效能上跟满血版还是有所差异，不过其实在机构跟散热上依旧相当紧凑，就算是取舍。而在萤幕表现上，这块 2K 240Hz 的萤幕显色及色准表现都不错，可以应付游戏跟创作需求。不过亮度表现就稍微中规中矩，但整体而言 ，Razer Blade 15 Advanced 依旧是一台强大的全能机种。
在外观上也是 Razer 一贯的简约，非常好的外观质感，也让 Blade 15 Advanced 可以更轻易的在专业工作跟休闲中自由切换。好啦，今天的评测就先告一段落。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我帮你没测到的，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帮你，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帮你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